她是大家族的金枝玉叶，也是夜总会头号交际花。清纯活泼的女大学生为何成为女特工？皮草店诱杀男友未遂，她将面临怎样的凶险结局？传奇中国精彩奉献，绝密诱杀，敬请关注。2007年，李安导演的电影大作《色戒》的高潮部分，王佳芝蓄谋已久的刺杀行动眼看就要成功了，可是王佳芝却一念之差放走了易先生。电影中的这个片段并非虚构，它的创作原型是一位抗日女特工郑平如。郑平如和大特务丁默村的关系和电影中类似，不过现实中郑平如的表现和王佳芝却截然相反。1939年12月21日，丁默村去一个朋友处赴宴，打电话邀郑平如一同前往。接到电话后，郑平如立即汇报给中统上海区，并拟定了中途截杀丁默村的计划。傍晚时分，两人同车返回，车开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皮货店时，郑平如突然提出要求。他就说好像快到圣诞节了，是吧？12月21号还3天嘛。他说要到圣诞节，你送我个礼物啊。丁默村说行啊，送什么呢？问他要什么，他就说他要一个皮草皮大衣。丁默村让郑平如自己挑选，他在旁边等候。透过橱窗玻璃，他发现有2个人非常可疑。什么呢？就趴在那个窗户边上，可能想把那个汽水土抹一抹呀，想往里面看清楚。就这个动作呢，被丁默村观察到了。就外面有人在仔细的观察里面，而且这2个人呢，2个男的。经验丰富又狡猾的老牌特务丁默村立即意识到了危险，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钞票，向柜台上一放，对郑平如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便迅速冲出店门，向自己的车奔去。蹲守在外的2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来不及反应，随后紧跟着开了2枪，但丁默村已经绝尘而去。就在丁默村的车离开暗杀现场后不久，从西比利亚皮草店里走出来一位衣着华丽、满脸失望表情的时髦女郎。她站在门口，四周看了一眼，神色匆匆地走了。第2天，各报都以大同小异的文字报道了这起真相不明的枪击案。1939年12月21日下午6时20分许，夜幕正降，华灯初上的时候，坐落在静安寺路的第1西比利亚皮货店门前响起了连连的枪声。申报连续3天报道说，枪击案正在调查。直到10天后，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才以转刊香港电讯方式，明明白白地登载了丁默村在沪被刺的消息，并说丁默村已受伤。枪击案件之后，丁默村是如何知道真相的呢？我们先看看丁默村从暗杀现场逃走后，接下来做了什么。刚捡回一条命的丁默村照常去参加朋友的聚会，他假装若无其事地跟大家打过招呼后，就坐到了一个人的身边。这个人就是大汉奸周佛海。这个大汉奸听了丁默村讲完刚才发生的事情后很吃惊，同时还有一个人也很震惊，他就是日本煤机关的机关长营佐真昭。就在他们低语讨论的时候，日军驻沪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林秀成突然过来告诉丁默村，背后指使的人正是他的情人郑平如，今天的暗杀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日本特务机关已经盯了他很久。
丁默村知道这个消息后，可以想象是非常的震惊。虽然除了防弹玻璃和车身上留下的弹痕，丁默村自己毫发无损，虚惊一场，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情人会对自己下此毒手。此时，郑平如和丁默村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那么，郑平如为什么要刺杀自己的男朋友呢？日本特务又是如何发现郑平如的呢？丁默村，他是汪伪集团头号特务头子，也是当时上海令人闻之色变的吉斯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的主任。上个世纪30年代，侵华日军虽然占领了上海南部、闸北大部分地区，但却无法控制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上海沦陷后，民众抗日情绪继续高涨。但丁默村却提出上海特工计划，建议以组织对组织、以特工对特工的方式镇压反日活动。日本人对此大加赞赏，他们认为这是镇压租界反日活动的妙方。日军参谋本部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从1939年9月份起，丁默村他们每月从日军参谋部领取30万日元的活动经费，还装备了500支手枪、500公斤炸药、5万发子弹。丁默村的活动地点也迁入了由日本人选定的吉斯菲尔路76号，因此丁默村的特工总部就有了76号这个俗称。凭着日本人的经费，76号仅仅1个月就成立了有行动队、情报组、通讯破译室，人数达300余人的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随后，这个机构就针对上海的抗日人士，策划了一系列暗杀活动。国民政府当然不能容忍他们的胡作非为，为了打击76号的嚣张气焰，他们多次派人实施暗杀，但最终都铩羽而归。军统特工人员发现，丁默村平时非常警觉，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而且行踪诡秘，很难有下手的机会。唯一的希望就是趁着他睡觉的时候动手。一天深夜，在确定丁默村已经回到公馆入睡后，3名军统特工人员悄悄潜入了丁默村的家里。他们迅速冲进丁默村的卧室，对着床开始扫射。一顿乱枪之后，军统特工人员却发现丁默村并不在床上。此时，丁默村从卫生间里冲出来，迅速击毙了3名军统特工。丁默村是一个疑心极重的人，他住在铁桶般的76号总部里，时常疑心会有人暗杀自己。他从不睡在卧室里，经常睡在卫生间。他在浴缸上放一张棕棚，作为临时床铺，晚铺早拆。面对这样一位高手，军统机关实在是黔驴技穷啊！该用的招都用了，就是杀不了他。可能有人会奇怪了，会有那么强悍的特务吗？任何密谋计划都对付不了他吗？的确，丁默村不是一般的特务，因为在当汉奸之前，他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高官，他太了解国民党特务的活动规律了，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她是大家族的金枝玉叶，也是夜总会头号交际花。清纯活泼的女大学生为何成为女特工？皮草店诱杀男友未遂，她将面临怎样的凶险结局？传奇中国精彩奉献，绝密诱杀，敬请关注。人生自有境界不同，华灯初上，喧嚣渐隐，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
在中国，什么是传奇？是主宰命运的英雄，是天地变色的瞬间，是无法磨灭的记忆，是令人神往的秘境。寻找最佳角度，延长你的视线。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丁默村1903年出生在湖南常德，自幼养成了高傲自负的性格，而且生性叛逆。最开始他是一名共产党，几年后他叛变成了一名国民党。丁默村1924年加入国民党，那一年他28岁。1932年，他当上了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小组的组长，主编社会新闻，在上海文化界进行特务活动。在此期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1934年，他被聘为私立明光中学主席校董，而郑平如就在这所学校里读书。18岁的他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丁默村，正是这次相遇，彻底改变了郑平如的命运。1934年，丁默村刚被任命为明光中学主席校董时，他在国民党内发展如鱼得水，在国民党内得到了重用，升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3处处长，和戴笠、许恩曾并称为国民党3大特务头目。那么，春风得意的丁默村又怎么会变成日本汉奸呢？丁默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国民党进行的1938年改组过程中，自己的第3处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他的职务没了，只留下一个军事委员会参议的空壳。他被戴笠在蒋介石那儿告了一状，说他贪污招待费。一气之下，丁默村以肺病复发为由，从汉口坐飞机到香港治病。正是这次香港之行，丁默村沦落为日本汉奸。在香港，丁默村见到了李士群，这个丁默村原来的部下，此时摇身一变，已经是日本汉奸。李士群深知丁默村的为人和野心，也知道他正处于失意之中，借着这个机会，他把丁默村拉下了水。1939年，汪精卫政权在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设立了特工总部，丁默村策划暗杀，破坏抗战，国民政府决定除掉丁默村。在很多次暗杀失败后，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宝华了解到丁默村患有严重的肺病，但是好吸鸦片的他几乎烟不离手，所以身体很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好色，为了不断和漂亮女子鬼混，他长期使用春药。丁默村的好色在汪伪圈是出了名的，根据他的这一特点，陈宝华决定投其所好，实施美人计来除掉他。但是谁能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呢？丁默村防范心极强，这个人除了美貌，还必须非常聪明，而且有强烈的爱国心。去哪儿找这样的人呢？此时，陈宝华想起了一个人。这是上海第130期《良友画报》。《良友画报》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画报。这一期封面女郎的名字叫郑平如，她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美女。1931年初的一天，上海万怡坊67号搬入了一家新的住户，一对中年夫妇带着3个女儿、2个儿子。他们的第2个女儿16、17岁的样子，非常漂亮，十分机灵，尤其惹人注意。
当年的万宜坊相当于今天的富豪别墅区，地价非常高，每幢住房的售价大约在黄金250两到280两之间。入住这里的都是经济实力非同一般的人。郑平如出身名门，父亲郑岳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曾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江苏高院第2分院的首席检察官。刚搬到万宜坊时，父亲在高等法院就职，是高等法院特区分院的首席检察官，月薪800元大洋。母亲是日本人木村花子。木村花子是日本名门闺秀，她和丈夫结婚后来到中国，并改名为郑华君。郑平如是他们的第2个女儿，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郑平如是一个生性活泼、爱好广泛的美貌女孩，她对体育、文艺、摄影、社会活动都有兴趣。喜欢游泳，自行车车技很好，能倒踩而行，还学过柔道，会弹钢琴，能唱京剧，喜欢演话剧。1931年3月12日，《图画时报》上就刊登了一帧她扮演话剧《富贵》中女主角甄娘的角色照。那时她是大同附中话剧团的成员。作为如此美貌活跃的一个学生，自然获得了各种不同的称呼，有人称她为校花，有人称她学生领袖。1937年一次聚会上，中统上海特区的情报组组长陈宝华认识了郑平如。见到郑平如的第一面，他就认定这个人是个女特工的绝好材料。人生自有境界不同。华灯初上，喧嚣渐隐，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在中国，什么是传奇？是主宰命运的英雄，是天地变色的瞬间，是无法磨灭的记忆，是令人神往的秘境。寻找最佳角度，延长你的视线。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郑平如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她会日语和中文，而且长相甜美，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在她成为情报员之后，凭借母亲的关系，她巧妙周旋在日寇的高级官员当中。她曾经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龙以及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金井武夫等人关系亲密。近卫文龙见到郑平如之后，一下子坠入了情网，但是郑平如的心里丝毫没有儿女情长，他曾经想绑架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龙，以此来迫使日本首相做出停战让步。但是上级命令他终止这一危险游戏，近卫文龙才不知不觉地逃脱了政治肉票的命运。郑平如探听到最有价值的一份情报是汪精卫将有异动投敌叛国。这一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然而当时政府并未重视，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投敌后，才发现郑平如提供情报的准确性。从那以后，上级对郑平如非常重视。1939年，郑平如接到一个新任务，刺杀丁默村。郑平如要以什么借口自然地接近丁默村呢？郑平如曾经在上海明光中学上学，而丁默村又曾经是这所学校的董事，他们名义上算是师生关系。反正他们是被总统制造的机会，让他们以偶然的形式
碰到了以后呢，就是扯到了他是明光中学的学生，那丁默村呢是明光中学的校长，就当过代校长。那么这个丁默村对当年的郑平如是否认识，是不是有印象，也不一定。但是既然说到这个渊源嘛，看郑平如长得很漂亮是吧？丁默村这个人的特色就是好色嘛，因为他好色，所以才想到这个美人计，勾引他，然后能够把他带到偏僻的地方去，或者是至少能够了解他的行踪，能够找到能够下手的这种机会，是吧？所以就要用一个美人计。郑平如的美貌的确让丁默村动了心，但是他并没有被好色冲昏了头脑。他派下面的人调查郑平如的底细，调查结果很让他满意。这个大学生是大名鼎鼎的上海滩交际花，也是个亲日分子。不久后，郑平如就成为了丁默村的私人秘书，可以随意进出76号特工总部。据日本特高课的监视记录，两人约会至少50次。眼看时机成熟，中统上海区开始实施第一次刺杀行动。第一次行动是在1939年12月10日，计划趁着丁默村送郑平如回家之际，暗杀人员出其不意将其枪毙。在实施行动的那一天，埋伏在郑家周围的中统特工看到丁默村乘一辆黑色轿车送郑平如回家。但不知是警惕性高，还是确实有药物在身，丁默村意外地拒绝了郑平如上楼小坐的邀请，说了句“有急事”后，匆匆离开了。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到了12月下旬，郑平如又接到新的指示，要他找机会实施第二次刺杀行动。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打乱了他的计划。这个人就是郑平如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王汉勋，是江苏宜兴人。在大学期间，他们俩就相恋了。王汉勋1933年进了中央航空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意大利进修，据说他的技术非常高超。宋美龄出国购买飞机都带他随行。郑平如亲切称王汉勋为大雄。那么我们家里面呢，当时的长辈呢，对这个王汉勋呢，也蛮看他还蛮好的。这个年轻人很朴实，很爱国，也有技术，是吧？所以他和我二姑他们接近啊，我们家里面也都支持。那么他王汉勋呢，这个勋上海话勋，像狗熊的熊差不多这个音。那么我父亲啊，我叔叔他们那一代，就好像开玩笑叫他叫大熊，他身体呢壮得很，喊他大熊，所以他以后他也默认了，好，你们喊我大熊，反正没有恶意啊，喊着玩就。就在郑平如接到刺杀命令不久，王汉勋就向他求婚了。他2次写信给郑平如，要他到香港完婚。郑平如为难了。要么放弃任务，要么放弃自己的幸福。为难之际，发生了一件事情，让郑平如做出了决定。江苏高等法院第2分院刑庭庭长玉华，因为做出了一个正义的判决，被76号暗杀了。郑平如的父亲是玉华的老师，两家私交非常好。玉华的死给郑平如的震动非常大。他决定不顾一切杀死丁默村。机会很快出现了。圣诞节前夕，丁默村邀请郑平如一起赴宴。郑平如决定在途中实施计划。这是一次失败的暗杀。随后，郑平如被捕，关押在议定盘路37号。那是一幢极大的花园别墅。郑平如否认他与中统的关系。只承认暗杀丁默村是因为他不甘被玩弄。丁默村虽然恼恨郑平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但又着实迷恋她的美色，因此他并没有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关她一阵子，再把她放出来。
但丁默村的老婆赵慧敏却暗中把郑平如转移到议定盘路37号的和平救国军第4路司令部内，就连丁默村与李士群都不知道。知道郑平如刺杀丁默村的事情后，汪伪政府的首脑恼羞成怒，对重庆当局不择手段暗杀自己的人非常恼恨，一致主张郑平如非杀不可。虽然丁默村余情未了，但他行事不慎，遇刺在先，被政治对手抓了把柄，也无力救郑平如。1940年2月，汪伪政权下达了对郑平如秘密执行枪决的命令。在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林之江押着郑平如到沪西中山路附近的荒郊旷地上执行。解押郑平如上车时，说是解押至南京，不久即可开始。等到抵达中山路附近的荒郊下车时，郑平如已经知道这里将是他的殒命之地。他态度从容，下车后仰天长叹。郑平如临行前的遗言有2个版本，一个是对将要对他开枪的人说：“干净些，不要把我弄得一塌糊涂。”另一个版本是：“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的撒手西归，我请求你不要毁坏我一向十分珍惜的容颜。”杀人恶魔林之江向郑平如连开3枪，2中头部，1中胸部，一代抗日家人的生命戛然而止，年仅28岁。他的遗体一直到现在都没找到，告诉我们他遗体在哪个地方，这是找不到的，没办法找到。哎，因为当时被杀了以后，他们通知我家了，就是拿钱来把这个遗体领回去。我家本来就是钱不多，没有什么福财啊，那些不义之财，再加上那个被日本鬼子都控制起来，就没有钱去把那个遗体领回来，所以一直就遗体没找到。汉奸丁默村在暗杀事件之后被排挤出了76号特工总部。抗战胜利后，他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11月16号，郑平如的母亲郑华君为丁默村杀害郑平如致函首都高等法院，但是丁默村对自己的罪行百般抵赖。1947年7月5号下午2点，丁默村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刑场被执行枪决。丁默村伏法之后，郑平如的母亲已无意留在上海这块令他伤心的地方，黯然返回了日本。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传奇中国，我是大威，再见。